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派 TV。今天是纽约时间6月2号，星期二。今天纽约市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21607人，确诊人数是208489人，死亡率已经降到了9.88%。纽约州死亡人数是29833人，确诊人数是376697人，死亡率是7.92%。全美国的死亡人数是106001人，确诊人数是1839107人，死亡率是5.76%。恐惧指数呢，已经一直降在30以下，28.23。原油是35块5毛3一桶，金子是$1750一盎司。那么小麦的价格变化不大，但是呢，现在这个糙米的价格狂涨，这米的价格已经比原来涨了20%了，所以你要看看你这个米可以多囤一点。那么牛肉和猪肉的比价非常的稳定，人民币对美金的兑换率是7块1毛5兑1美元。那么现在应该也是这几天纽约开始有宵禁了，这个比较新鲜。说是有个组织叫做安提法，这个安提法是说反法西斯的组织以后还要跟进一下，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今天呢，主要想谈谈这个 SpaceX 飞龙在天，到底谁是马斯克的真正的对手？那么这几天呢，我们大看热闹看这个马斯克的龙飞船，现在呢，龙飞船呢又已经和太空站对接了。那么当初马斯克做的时候呢，很多他的朋友呢希望他不要这么做，因为千万不要学之前那些心血来潮的富豪玩一玩火箭，发现真的很难搞，最后亏了一大笔钱，只好退出。马斯克有一个最用心的朋友居然剪辑了一个视频，里面是之前各种火箭发射失败直接爆炸的录像，希望能以此劝退或者吓退马斯克。但是马斯克本身就是个外星人，他是不会听普通人类劝说的。经过他的一番认真调研，他发现了技术难度不大，主要的制约因素居然是钱。因为在1989年，老布什曾经提出过一个让美国宇航员登陆火星的计划。当时NASA 计算了一下成本，如果送4到6个宇航员的话，总共要花费4500亿美金，也就是1000亿美元一张火星船票。到了2004年，小布什又想起了登陆火星这件事，他让 NASA 再次计算了一下，感谢技术的飞速进步，这次计算出来的结果是100亿美金一个座位，可以上火星。那这依然是一个天文数字没有任何一个政府组织和公司能拿得出来的。于是马斯克他又给自己和整个公司他设立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可以衡量的目标，那就是把人类去火星的成本降低到50万美元一次。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数学计算结果，而是由一个简单问题倒推出来的答案。这个问题是火星的船票到底要降到多少钱一张，才能让70亿人里面的100万人负担得起？以目前火箭的发射能力，从成本上看，要把1公斤的货物送到地球轨道上，大概需要花2万美元的成本。所以运送1吨货物上天就需要2000万美元，成本还是很高的。不过马斯克 SpaceX 的计划把发射成本从1公斤2万美元直接降到了它的1/10，也就是1公斤只需要2000美元。成本的大幅降低会让发射市场获得100倍的增长，到了2030年左右将达到2000亿到3000亿美元的市场规模。其实在美国可以跟马斯克 SpaceX 相提并论的私人航天公司还有好几家呢。比如这个亚马逊的老板 Jeff 贝索斯投的一个叫做 Blue Origin 叫蓝色起点的公司，还有维京唱片老板这 Richard Branson 他投的叫做 Virgin Galactic 这个公司叫做维珍银河。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叫做
毕格罗航天公司，老板就是毕格罗，他是美国一个很著名的连锁酒店，叫做 Best Western 的创始人。他决定呢在太空建旅馆，因为他发现啊，从地面送物料到太空很麻烦，而且不易搭建，不如呢在地面上全都预先安置好，直接把它发射到太空。但这个预安装很有学问，因为它要求全密封，还要求非常好的一个安全保障。所以毕格罗做了很多的研究，最后在10年前他发射了2颗胶囊空间站上去。什么叫胶囊呢？因为他把空间站全部压缩好，像一个紧缩的胶囊一样放在火箭的头部，火箭把这个空间站放到了500公里的高处，释放了以后，这个胶囊型的空间站就自动打开，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空间站，一次就位。那么宇航员就可以进入了。NASA 买下了毕格罗的头2个胶囊空间站，所以10年前，实际上毕格罗已经为 NASA 发射了2个新空间站的舱室，而且和传统的空间站成功对接了。10年后 ，NASA 又买了毕格罗胶囊空间站，这个空间站发射成功，等于太空当中又有了新的房子，所以这个意义上其实不亚于 SpaceX 的垂直着陆成功。那么到底谁是马斯克的中国对手呢？这些对手他们的实力到底是如何呢？如果你把2015年作为一个观察的节点，那么你会发现，首先有不少投资机构都是从那年开始投资航天市场的。事实上，大约有70个投资机构持股入场，其中包括了顺为、经纬、IDG 等等中国一线的投资机构。第二，有不少航天领域的人才也是2015年开始陆陆续续的从中国的航天系统走出来，其中有2个机构成了国内民营航天企业的人才输出机，一个就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又称为航天医院；另一个就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又称为航天5院。在中国的民营火箭公司当中，第一梯队中有这么几家，一家叫做蓝箭航天，这是国内最早拿到全部火箭发射许可证的公司，总部在北京。还有一家叫做星际荣耀，总部也在北京；另一家叫做灵异空间，总部在重庆。但到目前为止，只有一家民营公司星际荣耀成功的发射了入轨火箭。那么这个叫做星际荣耀的创始人叫做彭晓波，他曾经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担任过研究发展中心的主任，他的公司是2016年成立的。那么据说这家公司在火箭发射研发的方面，员工平均从业时间超过了12年。那么如果你要看一个商业火箭公司的发展，你得看它能不能发射入轨火箭。比如说，就是如果把火箭比喻成登山，那么入轨就是刚进山门，而压轨道只是山门前的台阶。当然，入轨还只是第一步。那么中国除了入轨之外，还要有2个技术难点，也就是商业火箭公司现在力求突破的。第一个技术难点就是研发液氧甲烷发动机，现在在全球有这种发动机并且完成了试车的就3家公司。美国有马斯克的 SpaceX， 他们发动机叫猛禽，还有贝索斯的蓝色起点公司，他们的发动机叫做 BE4， 而中国只有一家，那就是蓝箭航天的80吨液氧甲烷发动机，叫做天阙。第二个技术难点就是火箭回收了，顾名思义就是让火箭重复使用了，这对于降低成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传统的回收呢，都是用降落伞，但是马斯克的 SpaceX 很厉害，他们搞了这个垂直回收，就像把火箭发射整个过程倒带子一样，成功回收了他们的猎鹰系列。俄罗斯还有另外一种回收技术，就是能让火箭跟飞机一样的着陆，叫做带翼飞回。这2种都是比较先进的回收方式，而中国国内呢，在商业公司当中还没有成熟的回收应用。火箭发射呢，是一个系统格外的复杂，
格外需要深耕细作的领域。从时间上来看，如果要让火箭发射的技术达到成熟可靠，至少要5到10年的时间。从成本来看，一家公司从成立到最后能生产火箭，大约需要20亿元。这是什么概念呢？按照现在国内的融资总额来说，只够支持2、3家企业跑道和 SpaceX 一样。同时还有一个大国印度不可忽视，印度也在积极参与航天领域竞赛，急追直上，它的 PSLV 已经形成了对外的公开商业运载能力。印度的火箭有3个级别 ，Core Long 叫做单核运载1100公斤 ，XL 运载1425公斤，和 Genetic 叫做运载1550公斤。印度的空间项目目前在商业上是没有盈利，它的预算是国际收入的10倍。目前印度正在研究可回收火箭，叫做阿凡达，希望能够和 SpaceX 竞争，预计还有9年才能完成可回收火箭研发并推出。印度呢，已经正式成为全球有对外运载能力的国家之一，并且 PSLV 的运载成功率很高。印度的火星探索卫星2014年已经发射成功了，它的耗资非常低，只花了7300万美元，使得印度成为全球第4个能够探索火星的国家。随着 SpaceX 今天的成功，全球的航天产业竞争势必越加激烈而发展迅速。这是一个具有亿万美元市场的巨大产业，将会是下一个科研竞争的制高点。每个国家都需要研究如何利用现在的科技实力巩固太空领域的地位。但是现在呢，有大量的矛盾，那矛盾呢，很快的就会从量变到质变。我们知道啊，现在世界上的第1大国美国和第2大国中国现在的关系是江河日下，一天比一天僵，局势一天比一天恶化。我们这个作为吃瓜的观众，天天看着很难受啊。那么一个组织如果老大和老二天天闹矛盾，那么组织就有散伙的风险，而这种风险那可以影响到其他100位以外的小兄弟们。历史有的时候是非常滑稽搞笑的。40多年前，为了搞前苏联，中国和美国变成了亲密伙伴关系。40多年后，中国又把前苏联主要的继承者俄罗斯当成了最主要的盟友，来一起抗衡美国。从这个2月份开始啊，由于疫情的原因啊，中美关系不断的恶化，就好像一个家的一个院子里嘛，2户人开始吵架、矛盾、文斗了，完了，现在准备要武斗了。那么现在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么现在是美国的3艘到4艘的航母已经集结出海，他们现在正在日本的海域。那么现在呢，中国这边呢，号称说正在大练兵呢，并且中方呢也多次的强硬表态，而且现在天天越来越强硬。那么称自己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利益。有人说啊，历史是无法假设的，也很难预测的，但是酝酿历史的大事件基本条件可以判断。中美之间啊，如果这种冲突如果就像这样的持续下去啊，那么当双方民众的情绪都被调动起来了，那么我先不说中国和印度啊抓住中国俘虏啊，什么印度抓中国俘虏，中国抓印度俘虏，也会发生这种情绪的变化。那么我们知道港版国安法在这个28号正式通过，美国的川普他在周五举行记者会批评了中国的做法，那么声称中国已经把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了。那么川普已经表示说，这个团队呢展开行动，取消给予香港的特别待遇的政策豁免的程序，而失去了这种特殊待遇地位，究竟对香港的影响有多大呢？其实对于香港呢，有4大的行业啊，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其中第1大影响最惨的就是地产业，地产行业啊将会受到最大的损失。那么其实呢，这个美国是根据92年通过的《香港关系法》，给予香港这个有别于中国的待遇，并且视本港作为独立关税区。那么一旦美国取消了这个最佳待遇，那么有4大行业嘛。那么刚才说的第1行业是地产行业。那么地产行业呢，那么按照这种情况发生啊，那么香港的商业活动就会放缓，它的写字楼还有零售物业的需求一定会减小。那么它的发展商就需要减租，去维持这个出租率处在一个高水平。
那么基本上这个整个地产的租金就会下降。在最悲观的情况下呢，办公室和零售租金有机会再跌20%，回到了08年、09年的平均水平。楼价方面可能还得跌10%，延续去年6月的调整，整个调整幅度可能扩大到16%到20%。而住宅物业方面，收入不稳定是削弱市民的负担能力。当然，如果你可以放宽楼市，可能抵消部分楼市需要减弱的影响，你可以移民啊，大量的人涌进来是可以的。但是基于以上的预测，那么香港发展商和收租的这个资产净值将会减少，至少今年14%到18%。第二大影响的行业是什么行业呢？是航空业。那么国泰航空它本身有20%的收入是来自美国的航线，一旦收紧了两地签证和增加关税，直接影响了这个航运量的需求。美国的空运量会下降1%，将会损害收入的2.5%。而香港的港口的业务也受到影响，港口业务呢受到关税上升的影响呢，特别是长河。不过去年香港和中国港口业界合计只占集团的2%，所以呢，来自香港的港口的贡献并不足。而科技企业是最麻烦的，因为它的敏感的产品不再享有豁免权。一旦香港失去了特殊待遇，根据301条款的享有的关税优惠就会取消了。而敏感产品如半导体晶片和设备，不再享有进口到香港的豁免权，直接影响到香港有生产基地的科技公司。当然了，它对于智能手机组件的制造商的影响不大。那么长远情况下呢，又影响香港的金融中心或者被削弱。除了这4大行业以外呢，长远而言，香港如果失去了税务优惠，企业的信心动摇，引发了资金外流，国际商业及金融中心的地位可能被削弱。长远不仅影响以上的行业，还包括了保险等各个不同行业。我们知道川普从来不搞噱头，他有时候大嘴巴，但实际上他走的每一步都是很踏实。从他2016年参选总统到胜选，再到今天，竟然在大多数的中国人眼里，川普就是一个商人，而他们认为商人就是唯利是图。这其实是对川普不正确的看法。川普呢，他就是一个房地产商人。那么与前任总统相比呢，他是自吹的是最擅长谈判。大家都知道啊，所谓的谈判呢就是妥协。从2018年开始，川普和中方谈完一轮又一轮，签完协议又反悔，重新谈，一直哩啦啦扯到今年的1月份。为什么川普会如此忍受谈谈停停呢？就是因为川普实际上他已经暗生一计，希望给在中国的美资企业寻找新的地址的时间。比如苹果，那么就以他的代工商伟创、富士康计划把20%的苹果手机产能撤离到印度，这都需要时间成本，所以川普给了美资企业撤离的时间。当然有的人问啊，说马斯克还在上海设立了特斯拉工厂呢。那么事实是这样的，根据所谓的媒体上宣传的马斯克投资500亿元在上海，其实啊，马斯克可能只出了一张嘴。这笔所谓的投资款子虚乌有，几乎都被来自于中国的贷款抵消了。2019年3月，马斯克的上海特斯拉获得来自银团35亿人民币的无抵押贷款，无抵押哦，它利率为央行年基准利率的90%。同时，招商银行还为了马斯克提供了50亿人民币的无担保12个月循环贷款，它的利率同样为央行年基准利率的90%。而这笔钱帮助了特斯拉完成了土地的购买、工厂的建设。这还没完，2019年末，特斯拉再次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银行达成了一笔为期5年100亿人民币的新贷款。除了用于偿还之前的这种循环支付35亿的贷款及利息以外，剩余的资金，用户工厂的这种作为它的继续建设和其他中国的业务，这实际上就送了钱给马斯克。这种好买卖谁不干谁才傻。当然我们回到正题啊，川普呢在反复拉锯式的贸易谈判，为美资企业故意留出了撤离的时间。同样，川普在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地位的问题上，也要给在港的8万美国公民、1万多美国企业撤离的时间。
如果美国企业全部撤离香港，香港的独立关税地位就不存在了。那么香港独立关税地位不存在，那么美元和港币一定脱钩。如果美元和港币脱钩，就是他们不挂钩，那么远比美中脱钩对于经济的影响更大。我们知道香港曾经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啊，港币最初和英镑挂钩的。那么二战以后呢，英镑随着英国经济实力的减弱而一度大幅度贬值。1972年，香港政府把这个港币啊和美元挂钩，最初是用5块6毛5港币兑1美元的固定汇率，74年11月份改成了自由浮动汇率。1983年中英谈判香港回归，对于香港前景普遍看淡的情况下，港币曾经暴跌过9块6港币兑1美元。当时香港紧急宣布取消与美元的自由汇率，实施严格的联系汇率，所以7块8港币兑1美元一直持续到今天，都实行了37年了。那么根据法律，香港政府授权的3家发钞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中国银行发钞银行发钞时要按7块8港币兑1美元的汇率。向金管局，如果你换钱的话，你要提交等值美元外币，计入了外汇基金，那么作为所发钞纸币的支持。同时，如果回收港币，银行则自动汇基金收回等值美元的外币。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拿1美元在香港兑换港币，那么香港银行收到了1美元，要向金管局把这1美元存于外汇基金，由金管局保证收下，并给予香港银行发钞权，然后发行7块8港币，把这7块8港币交给我，这就是叫做强方兑换保证。那么如果我到香港银行提取1美元，那么银行就会向金管局交回7块8港币，那么金管局保证交给银行1美元，由银行将这1美元交给我，这就叫做弱方兑换保证。简单来说，每1块钱港币有100%对应的美元作为准备金，随时可以支付，这就是港币上印的叫做凭票即付的意义。又长知识啊！但是当美元与港币脱钩的时候，港币就无法再兑换美元，香港证券市场也就失去了向全世界融资的权利。这个权利太重要了。那么融资成本呢将会非常昂贵。百度啊、网易啊这种私营企业从美国证券市场回归到香港的证券市场，也就等于在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一样的。而这些在香港证券市场融资的国有企业，也同样面临着融资困境，也都无法通过香港证券交易从全世界融资，所以就没有钱能融到了。再加上中美之间互相脱钩，比如中国假以疫情宣布取消英文考试，美国将本已收紧的涉及航天、航空、技术材料、仪器、计算机工程、人工智能多个领域的美国大学敏感领域研究的对中国留学生的 F 签证、G 签证再度收紧。那么从1年前的限制签证期限到现在的取消签证要求。所以这几天一些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啊，由于疫情啊、暑假到来等原因呢，在国内家人的敦促下急着回国。那么由于机票紧张滞留美国，他们其实并没有想到，也许你这一次离开美国，你可能会在近几年或者更长时间内无法再回到美国了。再看一看美国吧。希望你能够让你的亲属和你的朋友看到这篇文章。理论上啊，我讲的这个所谓的 video 啊，就是说，比如说想一想1949年的时候，大量的爱国子弟飞回中国的心情和1944年以后发生的事情，一旦脱钩，那么这个互相就关闭了国门。那么现在包括了人民币和美元要脱钩。虽然近几年人民币一直在为走出国门而努力，也有国家和这个人民币进行交易，比如伊朗，但是美元始终是全球的货币结算系统的主导。可能是因为华为啊，它最早感受到了这种互相脱钩中资企业。那么有意思说，华为已经储备了美国的关键芯片，已经达2年的量了。那有时候很可惜啊，因为你储存了2年的量，跟你储存了2年 BB 机，然后今天说你有智能手机是一样的，不知道有什么太大用处。但是呢，高科技产品中的这种迭代速度非常快，现在储备的这个库存呢，2年过后可能就是过期产品。
比如打个比方，你看一下2011年的28纳米晶片到现在的5纳米晶片，明年台积电要试产3纳米晶片，2022年下半年量产，这仅仅只有10年时间啊！这晶片的纳米数降了这么多，那你说华为储备了2年时间可用的库存，虽然是无奈，但是也没什么太大用。所以中美现在全面脱钩了啊！全面的互相关闭国门，不光影响到中美，还影响到了中国和美国的五眼联盟的关系。那么北欧的伙伴之间的关系对中国也出现冷淡的情况，因为北约、五眼联盟他们都是美国的国土安全的一部分，包括中国特别需要的光刻机设备。那么美国国土安全只要把这个大棒举起来，那么中国基本上什么都买不到。虽然中芯国际在原台积电前研发工程师的帮助下，他们现在已经实现了14纳米的技术，但是它要跨入7纳米的就已经非常难了。到时候呢，中国是应该担心了，这种真正的冷战2.0版就开始了。现在我可以说，现在我们之间啊，中国和美国之间现在是1.5版的冷战。那么现在中国有它的伙伴啊，伊朗、俄罗斯、朝鲜，新的贸易体。那其他的就是美国为首的贸易体。那么始于1947年的这个冷战呢，当时中国还有香港作为贸易出口，而冷战2.0版的时候，那么2个新的贸易体他们之间实现了真正的一些物理隔绝啊。所以人民币呢不能和美元结算，没有了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做桥梁，中国要在世界上买粮食、买原油、大宗交易品，就只能通过物交换了，那这就很麻烦了。当然了，今天呢这个时间也不早了，就是还有很多话要跟朋友们讲，那改做明天吧。那么当然了，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啊，我个人呢其实非常不喜欢华为，因为从很早开始啊，华为在美国的形象就很差，那么偷鸡摸狗的行为有的时候也发现。虽然它有狼性的企业文化，有过渡性的榨取员工，而且我们知道华为的员工号称35岁以后就随时有被辞退的风险，但是我还是觉得华为啊突然蹦出来了，在中国是一个有些科技含量的顶尖企业。华为的脖子呢被美国越勒越紧，到底是为了什么？这其实要从企业和国家的战略聊起来了。但是今天聊华为呢，我只提几句话，因为华为本身就是一个路由器生产商。那么在中国网络设备的最大制造商当时就是美国的思科，而华为被思科说用不光彩的手段慢慢蚕食和偷取思科的市场和技术，最后导致思科灰头土脸的退出中国。但是思科是罪有应得，因为中国早期的防火墙就是思科一手为中国打造的。同时华为它深度的参与了军方设备供应和全民监视系统，这时候的华为呢一定深受了政府的赏识，他的胆子和底气就大了。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华为理论上说，他借助国家的政策支持迅速壮大，在这个中国的一尊啊领导人提出中国梦加上弯道超车和利海国以后呢，它的发展如日中天。最后呢，整个中国呢把 5G 的移动通讯作为中国崛起的主打项目，在政府的大量资金的扶持下，华为呢向西方向美国发起了强烈的 5G 挑战。中国希望借助华为低廉的 5G 网络占据世界的主要市场，在杀死竞争对手的同时，又能依赖自己的网络设备收集大量的技术和科研资料。但是设想的太完美了。但是其实我相信啊，中国的政府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被华为忽悠了。华为是不是当时有没有掌握任何核心技术，中国政府很可能一无所知。因为美国人从华为的采购清单里一下就看出来了华为的底细，它到底有什么东西。当中国政府把华为变成刺向美国和西方的利刃的时候，美国就一定要缴械华为，从软件到硬件，从代工到市场全面封杀。所以今天我们看华为在语无伦次的哀嚎，华为是个企业，该做的本身就是和它相关的事情，而它莫名其妙的在国家的决策者在并不完全了解华为的情况真实能力情况下，贸然的把华为啊和中国国家的战略绑在一块儿了。最后由于中美关系急剧恶化，
华为只能作为祭旗的吉祥物。所以华为被美国痛殴的同时，其实就莫名其妙的很可能把中国拉下水了。其实华为在开始的时候很可能就已经忽悠了中国政府，而中国政府当时很可能缺乏专家能正确的辨识到底华为有什么样的核心技术。所以实际上可以说是华为绑架了中国政府，也可以说中国政府错用了华为。派 TV， 我们明天见，欢迎订阅。